没本事就别尬演。看了王阳的《沈图南》，才知道什么叫民国世家大公子。叛逆者与追风者演员王阳经历成长，演技精湛，外形出众，被誉为书圈顶流。他通过多部剧作展现多样角色魅力，收获观众喜爱。虽然早年未受关注，但坚持努力，终获成功。人生赢家是在后半生中取得成就的人。3年前，那部超火的谍战剧《叛逆者》收视率可是破了2呢。王阳和朱一龙在里面演的是一对师徒，最后两人掏出枪来，指着对方。3年后，他经历了许多成长和变化，终于成为了王一博的导师。不过有一点不同，陈默群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，但《追风者》里的沈图南就不一样了，他有时候像好人，有时候又像坏人，做起事来非常果断，手段也特别狠。这回王阳可是大火了一把呢。这个演员不仅演技好，外形也很出色，绝对是书圈里的佼佼者。还有更有趣的评论出现了，他的人气急速上升，粉丝数量也大幅增加。借着这股势头，他成功踏入了时尚圈，走上了 T 台。尽管他的台步被批评为不够自然，显得有些僵硬，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对他的喜爱。他依旧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支持，被誉为书圈顶流。王阳有点意外，我现在皮肤松弛，肌肉也下垂了。我这个年纪，有很多男演员比我优秀多了，他们更适合得到这样的称号。《追风者》这部剧可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，剧本和制作都超级棒，比同期播出的其他剧好多了。听说他们整整打磨了6年，真是够拼的。选角这事儿吧，得看人物和演员的契合度。李沁这姑娘长相上有点偏向于那种苦情的感觉，所以演那种特别活泼的角色可能就不太合适。不过呢，她演沈近珍这个角色，那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，表现得特别出色。王一博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挺棒的，完全表现出了那种善良淳朴的特质，他的形象也特别符合这个角色的设定，真的让人看了就印象深刻。王阳虽然只是个男配角，但导演特别喜欢他，给了他很多发挥的空间。他就像是个聪明的军师，能在幕后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了人民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个人开始给人感觉很吸引人，但是后来因为过于忠诚于自己的信仰，导致间接或直接害了很多人。他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做不得，但还是去做了；明明知道和这些官僚混在一起不好，但还是选择了和他们一起狼狈为奸。这种人真的很矛盾，让人感到难以理解。要是换了别人演，可能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。王阳不仅演技一流，还有那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成熟魅力。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范儿，简直就是人们心目中社会精英的典范。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氛围，让人感觉既亲切又有距离感，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。总之，王阳就是那种既有才华又有气质的演员，让人不得不佩服。哎呀，有网友好奇了，为啥咱们以前没觉得王阳这么帅呢？不是说男人一过中年就变油腻了吗？可王阳这46岁的年纪，怎么还是这么让人心动啊？实际上，观众的眼睛并不瞎，只是他年轻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帅气而已。他老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，他在体育学校学了9年的乒乓球。王阳家里条件很不错，他爸爸是做外贸生意的，所以王阳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出国留学，学习金融知识，以后好从商。虽然他原本想走运动和金融这2条路，但最后却选择了进入上戏学习表演，这让他和任重、张铎成了同班同学。他是个非常努力的人，
他在大3的时候就得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，去了新加坡。在那期间，他还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，并且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《谍战之特殊较量》。他染了一头黄毛，看起来有点张扬，虽然长得挺帅的，但不太引人注目。第2年，王阳直接升级为男1号，和马苏搭档出演了一部青春偶像剧，叫《我的功夫女友》。这部剧的剧情还特别模仿了当时很火的韩剧《明朗少女成功记》。就这样，王阳一跃成为了电视剧界的新星。这剧情真是跳脱啊！演的角色竟然是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败家阔少，这家伙不仅嚣张跋扈，还一副贱兮兮的样子，真是让人看了就生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角色也真是挺有特色的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这部剧因为剧情有些不够完美，男女主角的形象也不太讨喜，所以收视率远远比不上他模仿的那部韩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剧情和角色的问题，这部剧没能像韩剧那样吸引观众。那时候，王阳的发型是那种很短的圆寸，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呆呆的，但却又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，就是那种很朴实、很帅气的感觉。哎呀，想当年那可是帅哥如云啊，想出头都难啊！看看他的校友们，胡歌、陆毅、严屹宽、冯绍峰、宝剑锋，哪一个不是比他还要帅啊？所以，王阳毕业后决定加入北京人艺，专心钻研话剧表演。虽然偶尔也会出来演影视剧，但他基本上保持着每年只拍一部戏的节奏，很少在荧幕上看到他。古装剧《猜心妙手》的第1部里，我演的是一个宫廷小侍卫，跟新加坡美女范文芳一起搭档演戏。那时候我们合作的特别愉快，她在剧里是个超级漂亮又有气质的妃子，而我则是个机灵可爱的小侍卫。整部剧讲述了很多宫廷里的勾心斗角，但也有很多温馨感人的情节，让观众看得既紧张又过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时光真的很美好，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演艺生涯。这部剧真是大咖云集，有吴宗宪、陈小春、徐锦江这些大咖领衔主演，连王宝强都参演了。相比之下，王阳在其中的表现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，自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。虽然他也演得不错，但在这个大咖云集的阵容里，确实难以脱颖而出。要不是那部都市情感剧《血在烧》帮了王阳一把，他可能就放弃演戏去从商了。这部剧对他来说就像是及时雨，让他在演艺路上重新找到了方向。要不是这部剧，他可能已经转型成为一名商人了。思清这个角色虽然被设定为作家和文艺青年，但他的形象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他那厚厚的嘴唇和憨憨的气质，与作家和文艺青年的形象不太相符。可能的调整一下他的外貌描述，才能更贴合人物设定。好在他的演技还算过得去，因为对手演员吕毅完全是新人，所以跟他相比，我们在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，没有出错的地方。在2008年，年仅30岁的小红凭借在电视剧《血在烧》中的精彩表现，收获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。小红成了明星后，王阳立马开始拍电影，连拍了2部，但都没能火起来。那时候于正可火了，他拍的穿越剧都特别受欢迎，特别是《宫锁心玉》这部剧，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，也让杨幂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。宫锁珠帘是宫系列的第2部，大家都特别期待，演员们都非常想参加，甚至争抢角色，像白冰、张嘉倪、舒畅这些已经很有名的艺人都愿意给袁姗姗当配角呢。王阳这回演的是个反派角色，叫李卫。这哥们儿啊，在剧中可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狠角色，他想出人头地，就得把挡他道路的人都给解决了。就这样，为了成功，
他可是不惜一切代价啊！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他的脸还有一点婴儿肥，但是气质上已经带着一股邪魅劲儿，看上去既凶狠又拽酷。由于表演得太糟糕，网友们纷纷留言批评，直接称他为头号大反派。说实话，王阳作为反派角色火了一把，他应该继续演类似的角色，这样大家对他的印象会更深刻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换了方向，去演了《青年医生》里那个有点闷骚、嘴巴毒辣的住院医生王博。过了35岁，我才逐渐开始变得帅气，嘴唇变得薄了，脸上的肉也少了，加上我一直坚持健身和减脂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多了。现在我终于有了点自信，感觉自己越来越有魅力了。特别是到了40岁以后，就像一朵盛开的花，岁月的沉淀让人越来越从容，浑身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自信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，就像是经过时间打磨的宝石，越发光彩夺目。自从港剧《无间道》播出后，王阳就凭借他那痞帅大叔的气质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他不仅是中年型男的代表，更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在荧幕上，他塑造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无论是正义凛然的警察，还是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，都能让观众感受到他独特的魅力。王阳的出现，让痞帅大叔这个词成为了一种流行语，也让他成为了众多观众心目中的大叔控偶像。这个人有演技，又有气质，火起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果然如此，无论是他在《庆余年》中客串的滕子京，还是《人世间》里的蔡晓光，再到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中扮演的宋师承认清，每次新剧播出，他的搜索量都会大幅上涨。这足以证明他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。大家都说越早出名越好，但事情往往出乎意料。其实，真正的人生赢家是那些能在后半生中取得成功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胜利。